这是一颗价值10个亿的闪电柠檬，吃下后身体就要承受10万伏特的电压。阿鲁一口吞下，强烈的电流瞬间席卷全身。可奇怪的是，阿鲁不仅毛事没有，原本伤痕累累的身体竟也奇迹般的恢复了。然而这也只不过是开胃小菜，真正的重头戏是这颗爆炸威力堪比核弹的硝基樱桃。工作人员身穿防爆服，缓缓推动着餐车，只要稍有一点晃动，樱桃就会瞬间爆炸，将整座赌场夷为平地。可留给小松的时间只有10分钟，一旦超时，后果可想而知。这种食材的料理方法十分困难，必须先将樱桃放进6度的油里进行切片。小松吓得冷汗直冒，双手也开始不停地颤抖。他小心翼翼地切开外皮，丝毫不敢刺激到里面的果肉。可一想到樱桃炸弹的爆炸威力，下一刀他实在无法继续。此时时间只剩下2秒半钟，想要处理肯定是来不及了。就在小松不知该如何是好时，阿鲁突然冲了进来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拿起樱桃一口吃掉。樱桃瞬间在胃里发生爆炸，一口浓烟从阿鲁的嘴里喷出，剧烈的爆炸让他的5脏6腑都在燃烧。见此一幕，莱布十分的得意。可下一秒，阿鲁竟又奇迹般的站了起来。凭借着强大的美食细胞，阿鲁及时修复了受损的组织。因为吃下了爆炸樱桃，阿鲁小队也获得了一次和莱布交换食材的机会。他用250分的魔鬼熊猫换来了对方200分的闪电柠檬，这下所有人都懵了。如果莱布接受交换并打败熊猫，那阿鲁小队就输定了。可莱布却是一脸的阴沉，因为他已经猜透了可可的意图。虽然他能够打败熊猫，但为了节省体能，还是放弃了这张牌。而阿鲁也拖着受伤的身躯吃掉了10万伏特的闪电柠檬。可赌局并没有结束，这次该轮到莱布选牌。他上来就抽到了180分的电力香蕉，这种香蕉所蕴含的电力是闪电柠檬的10倍，普通人只要吃上1口就会瞬间毙命。可莱布却丝毫不慌，掌握了万千赌客记忆的他，处理这种食材就如同探囊取物。在轻松干掉电力香蕉后，莱布的比分再次反超130分。此时场上所有的食材加起来也只有80分，就算阿鲁小队将它们全部吃光，也不可能超过莱布。莱布认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，所以他故意选错牌，将剩下的食材全部留给了阿鲁小队。然而可可并没有放弃，接下来他又连续选择了3个低分食材：巨石蜥蜴、海胆老鼠和蛇尾蝎。阿鲁将它们全部吃光，现在与莱布的差距只有60分。而此时牌桌上还剩下最后一种食材，那就是剧毒无比的毒土豆。这种土豆的毒性是河豚精的1000倍。由于之前莱布已经放弃了魔鬼熊猫，这次再弃权就会输掉比赛，可吃下去又会小命不保，怎么看都是必输的局面。但作为赌场里的老炮，莱布怎么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？在美食赌场里压根就没有他吃不下的东西，即使是这种毒土豆，他也知道该如何料理。然而正当莱布得意忘形的时候，可可却开口询问：你还记得今天吃东西的顺序了吗？莱布瞬间呆愣在原地，身上的冷汗也止不住的往下流。毒土豆的毒性虽然可以通过烹饪方式去除，但是有了那瓶热带威士忌，再加上电力香蕉，反而使其隐藏的毒性增加了几十倍。只要莱布敢吃，那铁定全村开喜。而阿鲁这边恰恰相反，他吃下的食材完全是在恢复体能。莱布越想越气，随即他启动了隐藏在大脑中的开关。虽然毒土豆的毒性无法避免，但它可以隔绝自己所有的痛感神经，然后再在胃上包上一层保鲜膜，这样毒素就不会被身体吸收。可就在莱布觉得自己又行了的时候，可可好心的提醒他，别忘了你刚刚喝酒时吃的下酒小菜。奶酪白菜虽然可以解酒，但它却有一个副作用，那就是分解胃部自身产生的镀膜。听完可可的话，莱布是真的慌了，豆大的汗珠如同瀑布般从脑瓜子上冒出。他没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每一步竟然都被可可给看穿，莱布瞬间恼羞成怒。虽然比赛已经输了，但他仍旧不死心。随后一声怒吼，召唤出小弟准备群殴，明摆着输不起，开始耍赖，但他却忽略了一点，对面可是4大天王中最强的2位。莱布猛地爆衣，疯狂旋转手中的双斧，可仅是一个照面就被魔化后的可可轻松解决，这下是彻底老实了。失败后的莱布不再嚣张，乖乖带领众人来到陨石大蒜的面前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这场美食赌局不仅是胜负博弈，更是美食哲学的终极对决。莱布依赖大脑储存的全球记忆，沉溺于过往经验，妄想利用数据碾压对手。可可则通过化学推演，精准预判食材间的相克连锁，证明死守数据永远算不过底层规律。莱布全程只顾自保，为省体力放弃高分牌，而阿鲁却无条件信任伙伴，敢于吞下各种致命食材。这种羁绊比任何计算都可靠。同时，美食细胞的真谛恰是化危机为养分，越强的雷电爆炸越能激发进化。最终，勇气与信赖打破了赌场概率，宣告真正的美食家必须直面死亡，敢于把后背托付给队友。这正是美食的俘虏贯穿始终的浪漫主义内核。